嘿，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眼瞅着身边的人都在抢那只热门股，心痒痒的也跟着买进去，结果呢，一买就被套牢，硬扛了好久，忍痛割肉离场。可刚卖掉，这股票就像坐了火箭一样直线拉升。又或者市场上一片恐慌，大家都在甩卖，你也跟着扔掉了手里的股票，回头一看自己竟然卖在了最低点。说真的，这可不是你运气差，而是你一不小心掉进了大众都会犯的心理陷阱里。投资这事儿，想赚钱核心真不是你K线判的有多准，基本面研究的多透彻，而是你能不能看透人性的弱点，把别人的贪婪和恐惧变成你自己的行情探测器。汉诺贝克这本逆向投资心理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不教你那些复杂的选股技巧，也不讲什么晦涩的经济学模型，他直接撕开了资本市场的遮羞布，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市场里 90% 的波动都不是技术面或基本面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情绪驱动的。就像书里说的，资本市场从来就不是一台理性的机器，它就是人类所有行为的总和。当贪婪、恐惧、盲从这些情绪在人群中蔓延开来，市场就会偏离它本身的真实价值，而这恰恰就是逆向投资者发现赚钱机会的时刻。你有没有想过，巴菲特为什么40年都住在远离华尔街的奥马哈小镇，而不是挤在那个金融中心？答案在这本书里揭示得特别清楚。远离华尔街，就是远离了大众的贪婪和恐惧。想想看，华尔街的交易员们天天聚在一起，互相交换消息，互相影响，特别容易陷入一种集体的妄想。而巴菲特呢，他躲在小镇里就能跳出这个情绪漩涡，冷静地观察大众的行为偏差。书里还讲了一个基金经理汉克的故事。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最疯狂的时候，所有人都冲着那些科技股狂奔，汉克却偏偏坚持投资没人看好的传统价值型股票。那时候他被客户骂成了傻瓜，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股市明星跌得一文不值，而汉克手里那些被叫做黑面包的价值股却稳稳地扛过了危机。汉克也从一个傻瓜变成了英雄。这就是逆向投资的精髓，它不是让你故意跟市场对着干，而是让你顺着人性的规律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为什么大众的心理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明明看起来理性的市场，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深挖的核心。资本市场的波动本质上就是一场大众心理的传染病，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种传染病的潜在感染者。现在我们就来一层层揭开这种心理力量的底层逻辑，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主宰市场的。如果说开场的那些小故事让你感受到了心理的厉害，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直接戳破它的本质。资本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精准的理性机器，它是一个由无数人的贪婪、恐惧、盲从交织而成的巨大情绪场。市场上 90% 的行情波动其实都藏在人类的行为模式里。心理之所以能主导市场，核心原因逃不开3个底层逻辑。第一，资本市场的本质，而不是那些冰冷理性的数据集合。传统的经济学总喜欢假设人会理性决策，但现实呢？股价涨跌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由利率、财报这些硬数据决定的。作者汉诺贝克当年在法兰克福当财经记者的时候，就亲身经历了一件事，彻底戳破了这个谎言。他第一篇去采访，交易员说强势欧元导致股市下跌，这听起来完全符合经济学模型。可第二天股市居然上涨了。另一位交易员给出的理由却是强势欧元推动股市上扬，两个完全矛盾的解释却都被市场接受了。这背后正是人的因素在作祟。别忘了，资本市场的核心构成是投资者，
当无数人带着自己的情绪、偏见和直觉去做决策时，市场自然就成了这些行为的总和。就像书里说的，如果人类会犯错，会用奇怪的方式行动，那么资本市场也一定会表现得非常诡异。那些看似毫无逻辑的详情波动，本质上都是人类行为的集中反馈。在情绪面前，那些理性的模型根本跟不上节奏感。第二，大众行为的传染效应，盲从会让市场偏离价值，走向极端。你肯定听过驴鼠迁徙的故事吧？成千上万只驴鼠会跟着群体盲目奔逃，这简直就是大众投资者的真实写照。而这种盲从的传染效应会把市场彻底推离真实价值。书里反复提到的郁金香泡沫，互联网泡沫就是最好的例子。17世纪的荷兰，一颗郁金香球茎能炒到一套房子的价格，真不是因为球茎本身有多值钱，而是大家都在买，这种氛围传染了所有人。到了2000年的法兰克福，互联网股票被疯抢，连擦鞋的小伙子都在传授炒股秘诀。可这些公司大多根本没实际盈利，仅仅因为买的人多，股价就飙涨。之前说的基金经理汉克，他坚持投资那些黑面包式的价值股，却被客户骂成傻瓜。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陷入了集体的妄想，觉得别人买的肯定没错。这种情绪就像病毒一样扩散，把股价推得远远偏离了价值。直到泡沫破裂，连那些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也会加入这场盲从。他们害怕跟别人不一样，如果大家都买科技股，自己不买可能就会落后。哪怕心里知道这可能是个泡沫，也会跟着入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会把市场的极端行情进一步放大，最终形成那种涨过头和跌过头的恶性循环。第三，你自己也是心理的囚徒，自身的情绪弱点才是被市场收割的根源。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能够理性决策，但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与生俱来的心理弱点，这些弱点会悄悄地左右我们的投资行为。书里特别强调了人类的损失厌恶，这是最致命的弱点。那种亏了100块钱的痛苦，需要你赚200块钱才能弥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手盈吃亏，赚了一点点就赶紧卖掉锁定利润。可一旦亏了就死死抱着不放，总觉得会涨回来，结果越套越深。他有那种盲目自信，尤其是男性投资者，总觉得自己能战胜市场，交易频率更高，结果亏损也更多。这些心理弱点其实不是你的缺点，但在资本市场里，他们就变成了被利用的漏洞。你以为自己在分析行情，其实可能只是被自己的情绪牵着鼻子走。你觉得自己是在独立判断，其实早就已经掉进了心理陷阱。更关键的是，这本书的核心不是让我们去克服情绪，因为情绪是无法消除的。它要让我们做的是看清情绪，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这样才不会被情绪主导我们的决策。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市场被心理主导，我们自己又有心理弱点，那是不是就只能被市场收割了？当然不是。这些心理因素之所以能主导市场，本质上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重复同样的错误，盲从被损失恐惧绑架，盲目自信。而这恰恰就是逆向投资的绝佳机会。当我们看清这些心理机制，就能预判大众的行为偏差，在他们贪婪时保持清醒，在他们恐惧时看到机会。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拆解一下大众最容易陷入的6个致命心理误区，看看这些误区是如何一步步把投资者带入陷阱，以及我们该怎么巧妙地避开它们。如果说市场是一个被心理主导的情绪场，那么普通投资者的盈利之路其实就是在跟自己的心理误区赛跑。这6个致命陷阱可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们是人性弱点在资本市场里集中爆发，它们会让你在该清醒的时候跟风，该果断的时候犹豫，该止损的时候固执，最后把赚钱的机会变成了割肉的教训。每一个陷阱背后，真实的案例和深层的本质，看懂它们才是我们避开亏损的第一步。第一个陷阱叫做盲从效应，集体妄想下的跟风节。人啊，总觉得多数人不会错，看到身边的人抢热门股、追热门基金，就忍不住跟着去买，哪怕自己对这个标的一无所知。市场恐慌的时候呢，又跟着大家一起抛售，结果往往是买在最高点，卖在最低点。盲从效应的核心其实是我们的归属感和信息偷懒。从进化的角度看，远古时代脱离群体就意味着死亡，这种对被排斥的恐惧，我们害怕和大众不一样，宁愿跟着犯错，也不愿独自面对可能被嘲笑的风险。同时，我们总觉得大众掌握的信息更多，跟着别人做决策即费力去收集信息、分析判断，这看起来是个省力的策略，却忘了大众的信息可能只是二手传闻，而集体的判断可能只是集体错觉。第二个陷阱，损失厌恶、受赢吃亏的致命循环。人面对盈利和亏损，生态是完全失衡的，赚了一点点就赶紧卖出锁定利润，可一旦亏了就死死抱着不放，总觉得会涨回来，哪怕这股票的基本面早就恶化了，结果越套越深。这种受赢吃亏的行为是大众投资者最常见的亏损根源。书里有个361号鸽子实验特别能说明问题。科学家把鸽子关在木棚里，鸽子啄按钮就能得到食物，但需要啄的次数是随机的，如果啄了10次还没得到食物，这聪明的策略其实是，但除了那只聪明的361号鸽子，其他鸽子都一直啄到精疲力尽。他们不愿接受之前10次努力白费的损失，总想通过继续努力挽回结果，结果反而浪费了更多精力。经济学家特伦斯·奥丁研究了10000名券商客户的交易记录，发现投资者出售批损股票的概率只有 10%， 他们宁愿抱着亏损的股票等反弹，也不愿割肉离场。可事实是，那些被出售的盈利股票后续表现往往比被保留的亏损股票要好。这种行为让投资者平均每年损失 4.4% 的利润。这是厌恶源于人性的本能，我们对损失的痛苦感受是对盈利喜悦感受的2倍。这种心理被称为前景理论。人们做决策时不是关注绝对收益，而是关注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我们是风险厌恶的，想尽快锁定收益。亏损时，我们是风险偏好的，愿意冒更大的风险赌一把。但资本市场不相信侥幸，亏损的股票往往会继续下跌，而被过早卖出的盈利股票会继续上涨。这种循环让投资者赚小钱亏大钱，长期下来自然亏损累累。更可怕的是，这种心理还会引发沉没成本谬误，因为已经投入了时间金钱就舍不得放弃，哪怕知道继续下去只会亏更多。第3个陷阱，锚定效应，被参照物绑架的判断。人做决策时，很容易被偶然遇到的第一个信息给锚定住，哪怕这个信息毫无逻辑、毫无依据，也会影响你后续的判断。比如，你看到专家说某只股票值1000块，哪怕现在股价只有250块，你也会觉得未来能涨到1000块，不愿低价卖出。又或者你的买入价是100块，哪怕这股票基本面已经恶化了，你也要等到涨回100块才卖。死死盯着买入价这个锚点。身为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参与者转动一个幸运轮盘，转盘上的数字是1到100，然后问他南非洲有多少个国家是联合国成员国。结果发现，轮盘转出30的参与者
估计值基本都在20到40之间，砍出80的参与者，估计值基本在70到90之间。哪怕他们明知道轮盘数字是随机的，也会被这个锚点影响判断。锚定效应的核心是认知惰性。我们的大脑在面对不确定的判断时，会倾向于找一个参照物作为起点，然后再做调整，但这种调整往往不充分，最终我们会被初始的锚点给绑架。在投资中，这的锚点可能是你的买入价、专家预测、市场传言，甚至是某个随机的数字，但它们都会让我们偏离真实价值，做出不理性的决策。很多投资者在股票下跌时会死死盯着买入价这个锚点，却忘了股票的价值取决于公司的基本面，而不是你当初的买入价格。他们忽视了市场环境的变化，把锚点当成了真理。第4个陷阱，心理账户割裂的资金。错误的决策。人啊，总喜欢在心里给不同的钱贴上标签，放进不同的精神瓶子里，比如工资收入、意外之财、投资本金、娱乐资金。你会发现，面对不同账户里的钱，你的消费和投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投入高风险项目，而辛辛苦苦赚来的工资却舍不得用于投资。盈利的钱可以随意冒险，而本金却不敢轻易动用。2届奥斯卡奖得主达斯汀·霍夫曼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他成名前经常缺钱买食物，因为他的窗台上摆着几个贴有标签的大口瓶，分别装着书籍、娱乐等用途的钱，唯独食物的瓶子空了。他宁愿借钱，也不愿从其他瓶子里拿钱，觉得那些钱有专门用途不能动。这种心理在投资中更常见。你会觉得这是意外之财，但于把它投入高风险的股票或期货。但如果这5000块是你1个月的工资，你可能就会选择存进银行或买低风险的债券。研究显示，人们对意外之财的投资风险偏好远高于对固定收入的偏好，只是来源不同，决策就完全不同。心理账户的本质是我们对资金的认知被割裂了，这违背了金钱是可替代的基本原则。在传统经济学中，金钱没有标签，1块钱就是1块钱，但在现实中，我们却会根据资金的来源、用途、时间等因素给它贴上不同标签。这种割裂会让我们做出很多错误选择，把小额支出记在大额支出的账户里，比如买1万元的电脑时，轻易接受600元的高价保险，觉得相对于1万元，600元不算什么。把投资盈利的钱当成免费的钱，忽视风险，最终把盈利和本金一起亏掉，把退休金放进不能动的账户，哪怕活期存款利率极低，也不愿转投更高收益的产品，错失增值机会。第5个陷阱，狂妄自大。过度自信的自我欺骗。人啊，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能精准预测股价走势，能挑选出牛股，能战胜市场平均水平。这种过度相信自己判断的心理，会让我们忽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特别高，觉得多交易就能多赚钱，结果往往是越交易越亏损。书里提到的尼克里森就是个典型。他作为巴林银行的交易员，本来只被允许进行低风险的套利交易，但他却坚信自己能通过高风险的期货交易赚大钱，瞒着上级进行违规操作。一开始运气还不错，赚了一些钱，但他把盈利归功于自己的超凡能力，不断加大补助，最终因为市场波动导致亏损高达14亿美元，直接让有着33年历史的巴林银行破产。男性投资者的狂妄自大表现得更明显。经济学家特伦斯·奥丁分析了 3.5 万户家庭的交易数据，发现男性的交易频率比女性高 25%， 而因为频繁交易产生的手续费和误判，让男性的投资收益比女性低 1.4 的百分点。更有趣的是， 74% 的基金经理都认为自己的业绩高于平均水平。
可从统计学角度看，显而易见，只有一半人能做到比另一半人好。这种我比别人强的过度自信，在投资界无处不在。狂妄自大的核心是控制幻觉和自利性偏差。我们总觉得自己能控制事件的结果，哪怕是完全随机的事情，你相信通过努力就能改变。比如掷骰子时会用力摇晃，觉得这样能掷出想要的点数；投资时会频繁交易，觉得自己能把握每一个机会。同时，我们还会陷入自利性偏差，成功时归功于自己的能力，失败时归咎于运气不好、市场不公等外部因素。这种偏差让我们无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断重复同样的错误，最终被市场淘汰。第六个陷阱正是偏见，先入为主的信息过滤。人一旦形成了某个观点，就会主动去寻找支持这个观点的信息，过滤掉那些相反的证据，哪怕反面信息更客观、更有说服力。比如，你买了某只股票后，就只看利好消息，相信某类投资能赚钱后，就只关注成功案例，忽视亏损的情况，最终被自己的先入为主欺骗。书里提到的仙鹤送子尾相关案例很有启发。统计学家罗伯特·马修发现，欧洲国家的白鹤数量越多，婴儿出生率就越高，关联系数达到了 0.62， 看起来存在强烈的正相关。真实原因是，国家面积越大，白鹤的生存空间越多，同时人口基数越大，出生率就越高。可如果有人先入为主地认为白鹤能带来孩子，就会只关注两者的正相关数据，忽视背后的真实逻辑。在投资中，这种偏见更常见。比如，你相信新能源股票会大涨，就会主动收集新能源行业的利好消息，比如政策支持、技术突破等，而对行业产能过剩、竞争加剧等利空消息视而不见。买了某只基金后，会只关注它的高风险和历史亏损记录。基金行业的排行榜陷阱也利用了正视偏见。基金公司会挑选过去3年、5年业绩最好的基金进行宣传，展示持续上涨的曲线，却不告诉你这些基金的业绩可能只是偶然的均值回归平均水平。而投资者看到排行榜后，会主动相信这只基金很优秀，忽略了业绩的随机性和行业周期，纷纷买入，结果往往是高位接盘。正是偏见的核心是认知一致性需求。我们的大脑喜欢和谐，不喜欢矛盾，所以会主动维护自己的观点。这种心理让我们很难客观地看待投资标的，总是在寻找证据支持自己的决策，而不是寻找证据推翻自己的决策，最终陷入越相信越错、越相信的循环。更可怕的是，正是偏见会让我们忽视风险。比如那些投资灰色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因为相信能看带钱，就只听骗子的花言巧语，对高收益必然高风险的常识视而不见，对身边人的提醒充耳不闻，最终被骗得血本无归。他们不是没有机会发现真相，而是被自己的先入为主堵住了眼睛和耳朵。这6个心理误区可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盲从效应让你不愿低价卖出，此时厌恶让你贪婪后继续持有，狂妄自大让你频繁交易，正视偏见让你忽视风险，心理照护让你做出割裂的决策，都是人性本能的弱点在资本市场的放大。我们渴望确定性，害怕损失，相信自己能掌控一切。可资本市场偏偏是不确定、充满损失，需要独立判断，无法完全掌控的。但这恰恰是逆向投资的核心机会，大众的错误。当我们看清这些误区，就不会再被情绪牵着走，而是能冷静地观察大众的行为偏差，在他们贪婪时保持清醒，在他们恐惧时看到机会。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逆向投资的3个核心原则。
看看如何用理性和纪律避开这些心理陷阱，成为市场的少数赢家。前面我们把大众最容易掉进去的6个心理误区给拆解了个透彻，它们本质上不使人性本能在资本市场里被放大了。害怕损失，依赖参照物，总觉得自己能掌控一切，但逆向投资的核心逻辑恰恰告诉我们，大众的集体错误就是少数人的盈利机会。所以，想要跳出情绪陷阱，成为市场的少数赢家，关键就掌握在3个核心原则手里：用距离隔绝情绪，用反常识捕捉机会，用纪律对抗人性。这3个原则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逆向投资的行动框架。第一个原则叫做距离原则，与市场保持物理加心理的距离。逆向投资的第一步，可不是急着要寻找那些逆向标的，而是要先让自己跳出大众的情绪漩涡。就像巴菲特，他40年都住在远离华尔街的奥马哈小镇，而是要远离那些随时可能传染的贪婪与恐惧。市场越是喧嚣，我们就越需要保持距离，才能看清真相。我们要主动远离那些信息噪音源。华尔街的交易员们天天聚在一起，交换消息，互相影响，特别容易陷入集体妄想，跟着追涨杀跌。而巴菲特躲在小镇里，少了那些无效社交和即时行情的干扰，才能冷静地观察大众的行为偏差。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物理距离不需要你真的搬到小镇去住，而是要主动断舍离，别天天刷股市行情软件，避免被盘中涨跌牵动情绪。要知道，股价的短期波动 90% 都是噪音，你频繁查探只会放大焦虑和冲动。远离股市闲聊群、财经八卦论坛，这些地方充斥着未经证实的消息和情绪化的判断，只会让你越来越偏离理性。每周只固定一个时间查看你的持仓，比如周日晚上，其余时间专注于你的工作、生活或者研究标的的基本面，而不是被市场情绪牵着鼻子走。在心理距离上，除了物理上的隔离，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抽离。书里提到的基金经理凯伊斯皮尔，他每周只查看一次股价表。他的核心逻辑就是，如果我每天都盯着价格，就会忍不住想交易，而大部分交易都是情绪驱动的错误决策。建立心理距离的关键是把自己当成市场的观察者，而不是一个持仓者。当你买入一只股票后，想象一下，这是别人的资产，你需要给对方提供理性的建议，这时而不是短期的波动。同时，你要拒绝及时反馈的诱惑，比如关闭账户盈亏提醒，避免被单日的盈利或亏损影响你的长期判断。就像以色列银行减少向客户发送投资状况的频率后，客户反而更愿意承担合理的风险，长期收益也更好了。距离原则的本质是给情绪降温的时间，大众的情绪传染往往来得快，只要你能慢下来，不被卷入及时的情绪浪潮，就已经赢了 80% 的人。第二个原则叫做反常识原则，别人贪婪，我恐惧的落地方法。巴菲特那句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流传甚广，但很多人把它理解成要跟市场对着干，结果越逆越亏。可不是盲目唱反调，而是要顺着人性的规律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当大众被情绪支配时，我们要回归价值的本质。当市场一片狂热，大家都在追捧某类股，比如2000年的互联网股、热门赛道股，你忍不住想跟风时，一定要问自己3个问题，用归零思考校准决策。如果我现在没有这只股，以当前价格，我还会买吗？很多人跟风是因为他错过，而非真正认可价值。归零思考能帮你剥离持仓惯性。第二个问题，这只股的估值是否已经脱离了基本面？狂热市场中，
股价往往会远超公司实际价值。就像一金像泡沫时，球晶的价格早已脱离了它本身的使用价值。第三个问题，如果股价下跌 50%， 我能承受吗？贪婪时，人们往往忽视风险，提前预设极端情况能让你保持清醒。当市场恐慌性下跌，大家都在抛售股票，比如股市崩盘、行业黑天鹅，你本能地想跟着卖出时，要做的不是恐慌，而是寻找价值锚点，对抗恐慌。这果只是市场情绪导致的下跌，而公司的产品、客户盈利能力都没变化，那么恐慌就是买入的机会。当前股价是否低于其内在价值？比如股价跌破净资产，市盈率处于历史低位，而且公司没有退市风险，这时的恐慌性抛售往往就是黄金坑。我有足够的现金流吗？你必须用闲钱投资，避免因为短期的资金压力被迫割肉。反常识原则的关键，而是与情绪为友，把大众的贪婪和恐惧当成你判断市场估值的晴雨表，在情绪的极值点做出相反的理性决策。第三个原则叫做纪律原则，用规则对抗人性弱点，让理性成为习惯。人性的弱点，比如显示厌恶、盲从、正视偏见，是天生的，但我们可以用明确的规则来约束自己。当理性决策成为一种肌肉记忆，就像飞行员依赖操作手册而非直觉一样，投资者也需要建立自己的投资纪律手册。首先设定止损线，用机械规则避免损失扩大。显示厌恶会让我们受盈吃亏，死抱着亏损股不放，最终越套越深。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提前设定止损线，并且严格执行。干笔投资的最大可承受亏损，不要超过你总资产的 1% 到 2%。比如你有10万元，单笔投资最多能接受亏损100到2000元，以此倒推出你的止损价格，采用止损委托机制。当股价跌到你预设的价格时，自动卖出，不给你任何犹豫的空间，避免临场被再等等的情绪说服。止损后不要急于反手买入，而是要复盘亏损的原因，确认是情绪驱动还是基本面变化，避免陷入越亏越补的沉没成本陷阱。其次，坚持分散投资，用资产配置对冲风险。狂妄自大会让我们过度集中投资某一只股或一个行业，一旦标的出问题就会满盘皆输。分散投资可不是多买几只股票那么简单，而是要科学地进行资产配置，行业分散，至少覆盖4个不相关的行业，避免单一行业风险。比如你看好科技股，也不能全仓投入，可以搭配消费股和医药股。当科技股因为市场情绪暴跌时，消费医药的稳健表现让你不至于因为恐慌跟风抛售。资产类别分散，股票、债券、现金的比例，年轻时风险承受能力强，股票占比可以高些，年老时更看重稳健，债券和现金占比就应该提高了。任何一只股票的持仓都不要超过你总资产的 5%， 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最后，做好投资日记，用复盘打破正视偏见。正视偏见会让我们只相信支持自己观点的，投资日记能让我们客观地记录决策过程，避免事后偏见。买入前写下3个核心买入理由，而且必须是价值逻辑，而不是别人都买短期会涨。持有中记录标的基本面的变化，比如营收、利润、行业政策，而不是股价波动。卖出后复盘决策是否正确，哪些因素是自己没考虑到的，形成决策执行复盘的闭环。纪律原则的本质是用确定性的情绪，当规则成为习惯，你就不会再被人性弱点牵着鼻子走，而是让理性成为你投资的主导。这3个原则看似简单，却能精准破解前面提到的6个心理误区。
距离原则对抗盲从效应和正视厌恶和锚定效应，纪律原则规避心理账户和狂妄自大。但光有原则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把原则落地到具体的实践中。比如，如何进行资产配置，如何避开市场上的心理陷阱。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实战环节，看看如何把这3个核心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投资动作，从心理洞察真正走向可以落地的盈利。前面我们把逆向投资的3个核心原则拆解清楚了，这些原则可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空话，它们能直接变成你行动的指南。筹资赚钱的关键从来不是你掌握了多少复杂技巧，而是能把简单的原则转化为固定的动作，用一套可执行的流程来对抗人性的弱点。这一部分我们就从资产配置、决策流程、避坑重点这3个维度，把心理洞察变成实实在在的投资动作，让逆向原则真正为你赚钱。首先是资产配置，用时间加分散来对冲心理风险，可不是选那只所谓的牛股，而是通过科学搭配，让你在市场波动时不至于被情绪牵着鼻子走。这正是纪律原则的落地，也是对抗狂妄自大和盲从效应的关键。核心操作是按年龄加行业双重分散。年龄决定你的风险比例，年轻时你的风险承受能力强，可以把 60% 到 70% 的资产投向 40% 投向债券和现金，哪怕短期波动大一点，时间也能帮你平滑掉风险。中年时家庭责任重了，股票比例就应该降到 40% 到 50%， 债券和现金的比例提升到 50% 到 60%。 临近退休，股票比例要控制在 20% 到 30%，重点保障资产的稳健，避免市场波动影响你的养老钱。行业分散不低于4个，坚决避开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做法，至少覆盖消费、医药、科技周期等4个不相关的行业。比如你特别看好科技股，也不能全仓投入，可以搭配一些消费股和医药股。当科技股因为市场情绪暴跌时，消费和医药的稳健表现就能对冲一部分风险，让你不至于因为恐慌而跟风抛售。这里有个关键提醒，一定要用闲钱投资，拒绝杠杆。书里反复强调，最喜欢用杠杆翻倍、快速暴富来诱惑投资者。可杠杆呢，它会放大你的心理弱点，不断加码，亏损时损失厌恶失控，越陷越深。我们普通投资者只拿你未来3到5年用不到的资金去投资，绝不借钱炒股，更不要碰期货、期权这类杠杆产品，你才能在市场恐慌时保持冷静，真正践行别人恐惧，我贪婪的原则。接着是决策流程3步走，帮你避开心理陷阱。很多人投资亏钱，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分析，而是在决策的时候被情绪给绑架了。这里的3步流程就是专门针对损失厌恶、正视偏见、锚定效应设计的，让你每一次买卖都有章可循。第1步，写下价值逻辑，拒绝情绪驱动。在你买入任何股票之前，必须先写下3个核心的买入理由，而且这些理由必须是价值逻辑，而不是别人都买了短期会涨。比如你买入某只消费股，理由可以是行业龙头、毛利率稳定、估值低于历史均值，而不是我同事说这只股要翻倍。这一步能直接对抗盲从效应和正视偏见，让你不被市场噪音所裹挟。第2步，预设止损加止盈，用规则代替犹豫，针对损失厌恶和锚定效应，在你买入的时候就要明确2个价格，止损线通常设为买入价的 10% 到 15%， 止盈线则根据估值设定，比如盈利 20% 到 30%， 然后通过券商设置止损委托、止盈委托，一旦价格触发，它不给情绪留下任何机会。
比如你以100元买入股票，预设止损线85元，一旦触发价格，系统自动执行，避免你再产生等等会涨回来的侥幸心理。第3步，延迟24小时，冷却冲动决策。当你遇到市场狂热或者恐慌的时候，比如某只热门股连续涨停，或者大盘单日暴跌 5%， 先别急着交易，暂停一下，延迟24小时再执行。这是距离原则的落地，物理上远离即时行情，心理上得情绪降温。书里提到的基金经理盖伊斯皮尔，本质上就是通过延迟决策来过滤情绪干扰。我们普通投资者虽然做不到每周看一次，但延迟24小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最后是避坑重点，远离精神市场营销的心理套路。无论是银行的理财顾问，还是灰色资本市场的骗子，他们都擅长利用心理技巧来套路投资者。他们会利用你的盲从、贪婪、恐惧，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掏钱，就是要把你对人性的洞察转化为一种反套路的能力。一方面要识别套路，警惕那些只谈收益不谈风险的，无论是银行的理财顾问，还是陌生电话推销的高收益产品，只要对方反复强调零风险，年化 20% 以上，却对风险避而不谈，你就可以直接跳过。书里揭露，灰色资本市场的骗子常说某某金融服务监管局审核贪婪心念，这本质上就是利用盲从效应和贪婪心理。而正规的投资产品一定会清晰地披露风险，另一方面要坚守底线，不碰看不懂的产品。很多复杂的产品，比如那些带复杂结构的保本产品、隐形参股，他们的设计初衷就是利用信息差让你看不懂，进而被销售的花言巧语给忽悠，就是只投资你自己能看懂的标的。如果一款产品的说明书让你一头雾水，哪怕销售说的天花乱坠，这能帮你避开锚定效应和正视偏见。这些实战操作本质上是把前面讲的逆向原则翻译成了我们日常能做的动作。资产配置是纪律原则的落地，决策流程是距离原则加反常识原则的具象化，避坑重点则是对人性弱点的主动防御。投资赚钱从来不是靠精准预测，当你用规则对抗情绪，用分散对冲风险，用理性避开套路时，你就已经站在了市场的少数赢家队列里。接下来我们就对全书的核心逻辑做一个总结和升华，再解答你实际投资中最常遇到的困惑，帮你把逆向投资的思维真正内化为自己的能力。今天我们用这本书的逻辑把投资的底层逻辑爬得明明白白。其实投资赚钱的本质从来不是你比别人更会看 K 线更懂财报，而是你比别人更懂人性。资本市场 90% 的波动、抗拒、盲从这些情绪弱点，而逆向投资的核心就是不与情绪为敌，而是与情绪为友。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拆解那6个心理误区，可不是让你去消灭情绪，而是让你看清情绪，盲从效应让你跟风接盘，损失厌恶让你套牢不放，锚定效应让你被价格绑架。这些弱点不是你的错，是人性的本能。干资本市场，而那3个逆向原则就是应对的钥匙。距离原则帮你隔绝情绪噪音，反常识原则帮你捕捉大众的错误机会，纪律原则当你用规则对抗人性弱点。说到底，逆向投资不是让你对着干，是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别人贪婪时，你用归零思考校准价值；别人恐惧时，你用价值锚点判断机会。全程用止损线，短暂投资日记，打自己锁在理性的轨道上。投资赚钱的关键从来不是战胜市场收割。当你能看透大众的愚蠢，并用纪律守住自己的节奏，就已经站在了少数赢家的队列里。记住一句话，市场永远不缺机会，
缺的是你在情绪漩涡中保持清醒的能力。这本书教给我们的不只是投资技巧，更是一种反人性的思维方式，用理性对抗本能，用纪律对冲情绪，这才是长期盈利的核心密码。接下来咱们留几分钟解答你实际投资中最常遇到的困惑，结合书里的逻辑，聊点能直接用的答案。问题一：怎么判断一只股票是真价值低估，还是只是大众不看好的垃圾股？核心看2个点。第一，公司基本面有没有变？如果它的核心业务、盈利能力、行业地位都没恶化，只是被市场情绪低估了，那这才是逆向投资的好机会。第二，估值是否脱离常识？如果股价跌到历史低位，市盈率、市净率远低于行业平均，而且公司没有退市风险，逆价概率就是情绪错杀。就像书里的黑面包价值股，看似不起眼，却有扎实的资产和盈利，这才是值得你逆向布局的。问题二：止损后股票又涨了，感觉白卖了，该怎么调整心态？首先你要明确一点，止损的核心是控制风险，而不是精准预测。损失厌恶会让我能为了不亏白冒更大的风险，止损线就是为了避免这种陷阱。所以如果止损后股票又涨了，这说明你遵守了纪律，避免了可能更深的套牢，而偶尔的踏空是理性投资必要的成本。记住，投资赚的是长期概率的钱，不是每一次精准踩点的钱。问题三：平时没时间研究怎么简单应用逆向投资。记住3个懒人法则。B1，资产配置懒一点，按年龄分仓，年轻时 60% 股票加 40% 债券，年老时反过来，不用天天调仓。第二，决策慢一点，遇到重大交易延迟24小时，不被盘中波动牵着鼻子走。第三，信息少一点，每周只看1次持仓，远离那些股市闲聊群，用距离来换取清醒。这正是梳理距离原则的落地，简单却能帮你避开 80% 的情绪陷阱。好啦，这本书我们就聊到这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在股票投资上带来一些启发。恭喜你又看完了一本好书。